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仔细看那些名满天下的大富豪，个个都长得其貌不扬，没有特别帅气或者出众的五官，甚至面相看起来还有些违和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事业风生水起，赚得钵满盆满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大佬通过观察他们的面相特征发现，这些人身上一般都有着7种富贵相。1. 龙头凤眼，后脑有玉枕骨。所谓的龙头指的是额头两侧部位高耸，如龙角一般。凤眼指的是眼睛长得细长有势，眼睛黑白分明，非常有神采。若是再加上后脑长有玉枕骨的话，此种面相在古代也称为宰相面相。这种男人大多出身较好，从小家庭条件就比较优越，而且思考力和执行力都非常的强，很得长辈和上司的欣赏和关注。凭借着自己的智慧，到中年时期能够获得很大的晋升空间，适合从政。如果妻子也从政的话，自己的官运会更旺。2. 天庭饱满，马脸龙目。所谓马脸指的是脸型长得较长，而龙目指的是眼睛炯炯有神。若是再加上额头部位长得饱满有势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自控能力非常强，而且头脑特别的理智，做事公正而稳重，不会轻易让别人抓住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善于交际，处事圆滑而严谨，有着很强的分辨力和判断力。如果从政的话，能够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善于积累人脉，而且贵人运旺盛，官运亨通，不论是商场还是官场都能吃得比较开。3. 额头高隆，眉如弓，眼睛圆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贵人运，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，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高隆，眉毛弯曲如弓，眼睛长得较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智慧，但不算计人，明辨是非，有着很强的分析和判断力，不会受人蒙骗，处事也比较公正，有种与生俱来的贵气，而且学业运非常好。这种人如果从政的话，表现非常突出，容易得到领导的认可，晋升的会比较快。4. 眉毛宽疏，额头高耸，嘴唇红润。眉毛宽疏的人一般心胸较宽，不喜欢计较。额头高耸的人大多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，处事灵活。嘴唇颜色红润的人一般气血充足，做事很有精力和干劲。如果三者皆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遇事沉着而冷静，有着很强的责任心，而且做事和做人都比较低调，也不喜欢挑事，为人有情有义，懂得感恩，在古代就是那种忠臣，特别适合从事武职，成就会更高。5. 额头有川字纹，耳垂厚，耳朵比脸白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部位长有川字纹，而且耳白于面，耳垂厚大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从小出身不是很好，父母缘分较弱，很难得到父辈和家中的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，思想方面比较成熟老练，而且意志力坚韧，做事坚持，财运非常的旺。无论是自己创业还是给别人打工，都能获得非常不错的收入。如果从政的话，在50岁左右也能达到事业的巅峰。6. 面如满月，眼睛深邃，嘴巴大且牙齿白。如果一个人的脸型长得圆如满月，眼睛深邃而有神，且嘴巴较大，牙齿比较洁白的话，这种面相属于典型的福相，从小就比较容易受到父辈的疼爱和关照，而且很有思想，头脑也比较睿智，毅力坚韧，做事坚持，从来不怕麻烦，懂得关心他人，尊重他人，所以人缘非常好，也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和尊重。如果从政的话，容易遇到贵人提携，也深得领导的喜爱，进步非常快。7. 头发细且黑，
眼角上扬，下巴方且有肉。头发又细又黑的人一般重情重义，心思非常的缜密，而眼角上扬的人一般城府比较深，不喜欢将自己的心事透露给别人，也不喜欢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在外，封口非常的紧，懂得为他人保守秘密，也容易赢得他人的信任，口碑和名声都比较不错。对待感情也非常专一和忠诚，往往能够娶到对自己事业帮助很大的另一半。这种人如果进官场的话，晋升速度非常快，而且年龄越大，官运越好，中年以后容易成为领头的大人物。有以上7种面相特征的人，一般都是人中龙凤。相反，如果你没有以上这些特征，反而中了下面6种面相，那么一生都较为辛苦，难成大器。1. 头尖额窄。头尖指的是头顶较尖，额窄指的是发际线到眉毛之间的距离比较窄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心胸和见识。头尖额窄的人大多心智不够成熟，思想非常的幼稚，考虑问题缺乏远见，而且心胸狭窄，喜欢斤斤计较，还特别的虚荣，爱面子，看不惯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也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，嫉妒心非常强，还特别的贪心，喜欢贪一些小便宜，对他人却非常的抠门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还容易得罪小人，一辈子庸庸碌碌，难成大器。2. 鼻小凹陷。鼻子在面相学中也称为财帛宫，主男人的事业，女人的夫运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和性格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小而凹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懦弱，说话做事都给人一种畏畏缩缩的感觉，缺乏气势，而且自信心不足，缺乏主见和魄力，遇到一点困难就会变得六神无主，定力比较差，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和干扰，做事也比较的犹豫，难成大事，一生财运不好。3. 眉毛杂乱。正所谓眉乱则心乱，眉毛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情绪和人际关系，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兄弟宫，代表着与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缘分。如果一个人眉毛长得杂乱无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急躁，做事缺乏耐心和思考，容易冲动，而且生性懒散，进取心不强，又不善于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，朋友很少，六亲缘分淡薄，遇到困难喜欢退缩和逃避，表面强势，内心脆弱，遇到困难时缺少贵人的相助，一生劳苦，财运却难有大的改善。4. 下巴短窄。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质、责任心、坚持力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又短又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比较自私，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，只顾自己享受，不顾他人感受，贪图享乐，吃不了一点苦，做事容易半途而废，而且想法也比较的不切实际，做事眼高手低，在事业上难有作为，晚年生活凄凉而贫穷。5. 脖子过长。脖子在面相学中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财运如何。如果一个人的脖子长得过细过长，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不够协调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好胜心比较强，喜欢争强好胜，争长论短，从来不会吃一点亏，只要有好处都想去插一杠子，责任却一点也不想担，遇到困难溜得比谁都快，属于典型的投资主义者，考虑问题只顾眼前利益，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，也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，天生劳碌命，缺少贵人助，一生辛苦，但生活却非常困难。6. 眼睛浑浊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精气神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智慧和心灵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浑浊不堪的话，这种人的内心大多也缺乏纯良，比较浑浊。
乱七八糟的想法比较多，整个人看上去毫无神采，做事也不能专心，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，做什么事情都难以长久，而且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在事业上有些不思进取，生活方面比较放纵，缺乏自律性，使得个人的精气神透支比较严重，还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，破财又招灾，一生不顺利。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尽管说从面相看没有负相、福相，但是面相在命理中只是一部分，因此需要综合其他方面，并为人向善，通过不懈努力改变自己的财运，积聚财富。说到寿命，可能有些人会说，一个人一个命，有的人能活很长的时间，是个长寿老人，过了100岁依然精神矍铄的大有人在。当然也有一些人短命，寿命终止时间很短，这样的就属于英年早逝了。长寿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很热议的一个话题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长命100岁的，而我们的面相和寿命也是有关联的。那么什么面相的人会更容易长寿呢？大佬今天给大家分析分析。1. 颧骨又高又大。颧骨这个名字很官方，若说是苹果肌，广大青年就知道了。颧骨是我们面部高起的部分，就是眼睛下方那里。颧骨高说明骨头的发育很好，骨骼坚硬，有助于长寿。有古书记载，颧骨是骨的根本，颧骨大，骨头就大，颧骨小，骨头就小。当然，颧骨大只是一种长寿的象征，具体还是要因人而异的。2. 喘息不稳则长寿。喘息不稳实际就是龟息，如同乌龟一样，听不到喘息的声音。龟息心境脉细平稳，有良好的心态，能够沉住气，心境好，灵时就不生气上火，体内五行运行流畅，小宇宙顺畅，气场强大，所以自然能感悟自然，顺势生发，能获得长寿。3. 齿坚密则长寿。太乙照神经中说，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。牙齿排列的整齐，而且坚固不动摇，这样的人可以长寿。齿密则骨坚，骨头坚硬则髓满，一生血生筋，精血充盈则神足。而牙齿坚密能撕咬食物，可以满足身体的营养供应，能吃能喝需要一口好牙齿。4. 长脸三庭匀称。脸部要长，五官的三庭比例要匀称，额头至眉毛为上庭，眉毛至鼻子为中庭，鼻子以下为下庭。如果脸长，三庭比例平均者，属于长寿之人。三庭中如果中下两庭偏长，也属于长寿之命。若中庭短促或下庭短促，或中庭偏长上下短促者，均不属于长寿之命。5. 眼睛长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。眼睛也是富贵之所，眼睛相里好1分，运势就会好10分。好的相里离不开眼睛的美丽，眼睛就属于人的心。相里中的吉祥富贵之眼，首先就是眼睛要长。长眼者精亮有神，血气足，人的寿命离不开气血的运行，所以眼长者寿命也长。6. 目光有神。通过一个人的眼睛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。一个人的眼中之神是随着身体健康情况来发生变化的，所以若一个人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他的目光看着就有一股元气满满的活力，非常有神的，这样的人精神气很佳，给周围的人也会感染到元气满满的状态。这种人自然的所有事都会比较顺畅，长寿也是必然的。7. 寿眉，眉毛长。相术曰：藏精于骨，现精于眉。发者血之余，眉者血之苗，精之源。
因此，一个人的健康寿元从眉毛相里就能找出答案。眉毛长者精气神足，身体健康，是长寿的基础。若43岁至52岁左右，眉毛中长出几根特别长的眉毛，属于寿眉，代表着精力旺盛，寿命长久。8. 鼻子长。鼻子为中岳松山，鼻子不长，五岳四合就不通。命里五行流通者富贵长寿，相里五岳四合贯通者命运亨通，福气厚重，福禄高寿之命。9. 耳朵长。耳朵代表肾脏肾经，耳朵高者肾高，耳朵低者肾低，耳朵大者肾大，耳朵小者肾小，耳朵尖者肾尖，耳朵软者肾弱，耳朵薄者肾虚，耳朵长者肾功能好，肾气足。肾乃先天之本，肾精足，身强体壮，寿命长。10. 耳大而红润。耳朵与人的肾脏关系密切，也是代表肾脏功能的重要指示窗。如果你的耳朵大而长，且轮廓分明，耳垂有厚厚的贴肉，肉色红润，那说明你的肾功能比较强劲，身体素质较好，比较容易长寿。11. 人中长。整个面相，人中始终代表着人的寿命长短。人中忌讳短促平曲，男命人中无须，忌讳没有棱角。人中并没有衡量长短的标准，不过人中的长短一定要结合整个面部来定。一般来说，人中必须要棱角分明而且深，正面可以看清楚人中的情况，长度偏长偏宽有肉都视为长寿之人。12. 双法令纹。法令纹是在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条纹路，若左右法令纹出现两条，则称为寿带，属于长寿的象征。13. 耳内有寿毛。人过40，耳内长出黑色的毛发，称之为寿毛，主长寿过百。耳内有黑痣者也代表长寿。相术论，长寿耳毫不如眉寿，寿眉不如相条，相条不如叶槽。不管怎么说，以上都属于长寿象征。14. 相条。向下双敌成一缕，此是人间寿星魄，说的就是相条。脖子有两条竖纹者皆是也。相条生出来不论岁数早晚，只要有相条均代表着长寿。15. 夜槽。人过60岁，晚上睡觉流口水，称之为夜槽，白天流口水者为脾胃虚寒。相术曰，长寿者相条不如夜槽，可见夜槽被视为高寿的重要标准。一般情况下，以上特征能中3个以上的都比较长寿。如果没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，通过调整布局家居风水，也能提升自身的健康运，使自己更加长寿。大佬接下来教大家5种方法。1. 处理掉没用的东西，驱除负能量气场。父母年纪大了，一方面是出于爱惜东西，另一方面也是有恋旧心理，所以不喜欢处理老旧物品。天长日久，老人们住的屋子积累了很多东西，把屋子都快堆满了，有时候还会发出一些不舒服的气味，这样容易藏污纳垢，不利于老人健康。2. 给家里摆放一些生命力旺盛的绿植。生命力旺盛的绿植在改善居室环境的同时，也给父母增加了很多生机。而且照顾修剪绿植，既可让父母怡情，还可让父母多些锻炼。绿植的生气是老人所需要的，也给老人增添了生命的乐趣。3. 用明亮灯光点亮父母心中的希望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父母的视力逐渐下降，经常有看不清楚东西的情形，所以不妨给父母换上亮度较高的灯，使父母的生活更方便，驱除心中的一些阴影，对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。4. 挑选更换床上用品窗帘。父母卧室中的床上用品窗帘有多久没有更换新的了？你留意过吗？
为父母挑选色调淡雅、温馨的被单、床罩、窗帘，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。父母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，不再追求奢华的感觉，更愿意安享晚年，沉稳宁静。朴素平和的色彩比较适合老人的心境，但难免有些温馨不足，所以用自己年轻的心态帮助父母装点他们的卧室，对父母会是很大的安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所选色彩最好是结合父母命里所喜，这样才会更有利父母的健康平安。5. 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装饰品，增强家中的正能量。心理调节对老人来说更有特殊的意义，寓意吉祥的物品在风水上产生的积极作用，对父母的身心健康很有利。比方说松鹤延年、福如东海、事事如意、福禄万代等寓意健康、长寿、平安的书画装饰物，摆放在父母房间，一方面可以让父母感受到你的孝心，另一方面吉祥气场也有助于父母。当然，除了面相和风水会影响人的寿命外，如果想要长寿，还需要注意自身的心态。心态都非常好，容易满足，对一切都看得开，不把怨气埋在心里，这样的人自然活得长久。贫贱，顾名思义就是穷困又没有社会地位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贫贱命的人必定会有贫贱的相貌特征。通过观察其相貌体征，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是贫贱命。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讲一讲女人和男人有哪些面相特征，一生比较穷苦，快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1. 女人的10大贫贱之相。1. 耳垂小。如果一个女人耳垂非常小，或者是没有耳垂的话，说明命格是非常差的，从小生活坎坷，即便成年以后也很难拥有富贵理想的生活。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也不是很稳定，很容易患上一些重大的疾病。2. 连心眉。如果一个女人是连心眉，也就是2条眉毛连在一起，将印堂遮住的话，说明心胸狭隘，嫉妒心非常强，眼睛里容不得别人，属于斤斤计较的类型。这种类型的女人人际关系极差，生活当中容易得罪人，没有什么朋友，更没有贵人帮助。3. 朝天鼻。如果一个女人是朝天鼻的话，说明有破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手中存不住钱，就算努力得到了一些财富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财富流失。并且猪鼻子的女人大多性格大大咧咧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4. 额头凹凸不平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凹凸不平，有凹陷或者歪斜的情况的话，说明自身的命格是非常苦楚的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，生活经历非常复杂，尤其是到晚年时期，大多会孤苦一人，无法安享晚年。5. 双眼无神。如果一个女人双眼无神，就像死鱼眼一样，给人一种没有精气的感觉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感情比较坎坷，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并且婚后的感情状态也非常不稳定，离婚的概率极高。另外，双眼无神的女人身体情况不是很好，抵抗力差，容易遭遇疾病的侵袭。6. 山根有起结。如果一个女人山根有起结的情况，说明在婚姻关系方面是非常不如意的。这种女人选择男人没有眼光，容易遇到渣男，婚后的生活可谓是多灾多难，不仅与丈夫之间矛盾重重，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不好，
很有可能会出现众叛亲离的情况。7. 牙齿漏风。在相学当中，牙齿漏风是非常不好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口齿不清，语言表达能力较弱，难以担负重任。在工作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不如意的，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矛盾，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和麻烦。8. 颧骨高。如果一个女人颧骨较高的话，是典型的克夫之相，不仅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磨难，自身的命格也很苦楚，一生坎坷不断，命运多舛。9. 眉毛尾部稀疏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尾部比较稀疏，说明命中会有散财的风险，时常会因为物质所困，很难拥有富贵的生活。10. 嘴巴大。嘴大的女人命格也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嘴大的女人往往口无遮拦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也会招惹很多是非与麻烦。财运方面也会因为没有节制的消耗而损失钱财，难以有丰厚的储蓄，所以时常会有经济拮据的窘境。2. 男人的10大贫贱相。1. 两眼无神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两眼无神，总是给人一种刚睡醒的感觉，说明是非常没有精气神的，做事也没有耐心，对于生活总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。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打拼精神，难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，因此生活状态也会非常坎坷。2. 两腮无肉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两腮无肉，给人的感觉非常寡淡，说明生活状态不是很如意，尤其在财富方面难以聚财，生活质量不是很好，同时也难以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。3. 鼻梁凹陷。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凹陷，说明一生孤苦，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，经济状态非常拮据，时常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。另外，这种类型的男人对感情的态度也很随意，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影响。4. 牙齿参差不齐。在相学当中，牙齿参差不齐是典型的漏财之兆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会出现财富流失的情况，即便赚钱能力再强，也难以聚集财富，生活质量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差。5. 头发枯黄。如果一个男人头发枯黄没有光泽，说明健康情况不是很好，在生活当中会被疾病困扰，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。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意志力薄弱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容易被诱惑干扰，尤其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，很容易做出不法的行为，因此也会把自己推向绝境。6. 桃花眼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是桃花眼的话，说明对感情的态度是非常不忠心的，婚后容易做出背叛家庭的行为。正因为他们的感情状态不稳定，所以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，甚至还会因为感情问题而陷入人事纠纷，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。7. 声音柔弱低微。声音柔弱低微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，因为这种特征的男人大多缺乏魄力，做事不够果断积极，很容易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一些好的发展机会。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自信和坚定的立场，因此也很难受到他人的信任，给自己的发展造成很多不利。8. 眼神浑浊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浑浊，黑白不分的话，说明会有破财的征兆。
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心术不正，做事没有耐心，为人自私自利，凡事只考虑个人得失，没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和观念。9. 嘴歪。如果一个男人嘴歪的话，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。嘴歪的男人大多口齿不清，说话含糊其辞，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好的感觉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人给予帮助，再加上资质平庸，所以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如意的。10. 形象不佳。如果一个男人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流氓地痞一样，完全没有绅士风度，那么这种类型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。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自身运势越来越差，会经历很多坎坷与磨难。如果一个人有上述这些相学上的缺点，就很难有宏大发展。少数一项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弥补，若是吻合的项目越多，那就越糟。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更改，天生此相只能认了。不过心地一定要善良，行事讲正义，用天地正气来补相格不足，也会变佳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